欢迎收看《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全球各地的观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平安，我是何荣。两岸大事国际焦点，深度剖析，打开视野。透过 YouTube 收看朋友，请您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动动手开启小铃铛。也欢迎您告诉我们在哪个城市打卡收看。欢迎大家多多的表达您的观点与意见，跟我们互动交流一下。好，来欢迎今天的三位来宾。首先是前大使、资深外交官金文基大使。何荣好，各位朋友大家好。另外，政大国发所助理教授王安雅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淡江大学战略所副教授林友老师。何荣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好，这个礼拜还是关注在伊朗，因为全球的焦点现在都锁定在中东。美国跟以色列两国呢联手攻击伊朗啊。军事打击现在已经快要进入第3周了，而在这2周以来呢，美国我们看到他们一直加大打击力道，就连川普自己对外发表谈话时也说，这个打到现在了，美国也发现没什么可以打了。好，但是伊朗呢周末也发动了第44轮的军事行动，并且声称他们摧毁了中东70%左右的美军基地。伊朗革命卫队表示，第44轮军事行动代号叫真实承诺4，总共发射了像是霍拉姆沙赫尔、还有海博尔谢坎以及法塔赫、伊马德跟卡德尔这些大量精准制导武器，还有超重型飞弹以及精准制导的无人机，对以色列北部基里亚特、什摩纳、赫特拉还有海法的军事基地，以及呢美军的海军第5军基地跟美军在中东的其他基地都进行了打击。最新的消息呢是半岛电视台也跟这个美联社都有报道，说美国驻伊拉克巴格达大使馆在周末也传出遭到伊朗的攻击。而英国卫报也报道说呢，他们是引述多名以色列安全部门的消息人士指出，以色列在攻击伊朗的时候并没有一个现实的政权更替计划，原本他们是期待空袭之后能够引发伊朗民众起义推翻神学式政权，但更多只是出于一厢情愿，也就是开打有计划，但是打了之后怎么收场没有想过。好，那么以色列国防与情报高级官员也表示说呢，现在最重要的是焦点在于这个440公斤的浓缩铀哈，这是如何检验这场战争如何结束是否成功的最明确的试金石之一。因为呢，他们必须确保，要么这些浓缩铀被移出伊朗，要么就是呢出现一个让以色列跟美国都有充分信心能够严格控管这些材料的政权。言下之意，以色列就是要彻底根除伊朗对于中东地区的核威胁啊。但是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伊朗还是有反击能力，而且呢，这440公斤的浓缩铀可以制造超过10枚核弹头的这个浓缩铀呢，也还没完全被控制。那美国跟以色列呢，尤其是美国对于发动这场军事行动最终要达成的目的你看到这个川普接连几天来的口径一改再改。随着伊朗也开出条件，因为伊朗最近不是有这个接班人也开出条件说要承认伊朗政权，然后呢要美国赔偿但是这场冲突要怎么收尾呢？会不会就是像我们先前大家讨论到的，什么时候开始是美国跟以色列来决定，但什么时候结束是伊朗来决定呢？林老师。这边的话，我们先从整体的一个战况来去跟各位做一个说明。到现在来看的话，我个人会觉得前面一开始没有错，这个美国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力量充足的一个拳手，他已经把这个小个子的这个拳手，这个我们玩 boxing 都知道嘛，他把他打的已经差不多了。他本来想一拳就打趴，他想要那个 TKO 一拳击倒，技术性击倒。可是现在来看的话，伊朗他没有正面去跟你对抗。或许在第一回合，伊朗感觉被打的这个全身就是伤了，但是现在伊朗他也知道，我要跟你耗下去，他就好像是一个还有一些实力的拳手，但他现在不跟你到场中央，他往后退，他退到我们看过拳赛的那个中后场的地方，等你过来。跟你做一场近身肉搏，对，所以他现在要打的就是说，你要不要登陆？你要陆战打进去？如果你只是靠现在的空袭跟这些空中的打击的话，他还是有能力跟你耗。那这个耗的话，他怎么耗呢？我们看到他用了很多一些不对称的一些武力，不管是这个无人机还是一些飞弹，偶尔打他几发啦，或者是说他的无人机去攻击这些海上的这个霍木兹海峡几艘船啦，他用这个方式去造成你美国现在一个你要打不打都在一个进退。他们有学到教训就是有保留战力对，我会觉得这一个的话，现在伊朗他现在知道，他跟这个之前伊拉克等等都一样，他看过这些历史，他知道说他要如何。现在最重要的不是跟你美国这边对抗，而是内部维稳。
所以我们看他最快速的就选出了他那个二儿子嘛，那个次子来继续担任，就是他至少的是他说明了现在伊朗不是一个权力真空，对，即便我的这些高层被这一个可能暗杀了以后，但是我依然可以对我内部有一定程度的控制力。那美国跟以色列也知道啊，所以其实他之前就是不管是库德族还是这一个亚塞拜然，开始有一些地面的一个行动，但是内部会不会有这些人群起这一个要推翻神学士去支持这亚塞拜然？这个可能有机会，但至少不会在这个立刻看到。所以我会认为这场战争有可能还会有1-2个礼拜的一个左右的时间。主要还是要去看现在伊朗内部的一个状况。关键在伊朗内部，伊朗的内部的政权能不能去掌握？那你至于说这个浓缩铀呢？其实反而现在浓缩铀对于伊朗来说是有一点烫手山芋。就我们说这个怀璧其罪，而最重要的问题是在于说，他有了这一个铀，会变成美国，他就认为你一定有可能会制造核弹，对周边、对以色列造成一定的一个损害。所以其实现在这个浓缩铀，说实在，就算它有，但是现在的伊朗还有这样提炼的能力吗？我们看从去年的这午夜重锤的这个军事行动，它的一些攻击是让伊朗其实它现在即便有了这些核子的一些原料，但是它是不是有足够的发射能力、投射能力，这点还是未知数。所以我个人会觉得，现在就这个伊朗来讲的话，它就在一样是要打一个不对称的作战，就是以拖代变，用这个方式去看川普是不是要去跟他做个谈判。那刚刚有去提到的一点就是，好，川普可能要承认神学士的一个政权。那这里的话，我个人会认为，对川普来讲，承认或许是政治因素，但对于川普来说，现在你第一个，伊朗的经济可能已经被攻击的差不多了，你没有能力去资助真主党，去资助这一个我们说的也门胡塞组织，等于说让以色列少了一大半的心腹大患。第二个就是石油。这一次我们有去看到霍木兹海峡也好，或者是现在的一个美国有去攻击到一些伊朗这炼油的一些设备。未来如果伊朗把提炼石油或提炼原油的能力交给美国的话，就像美国控制委内瑞拉，对于川普来讲，他等于是有了自身的石油之外，委内瑞拉，另外一个是伊朗。他控制这两个，对于川普来讲，他就等于控制了世界的石油。而且现在美伊双方所开出来的条件，说川普叫伊朗无条件投降，跟伊朗现在开出3个条件啊，都是彼此不可能会接受的这样的一个条件。所以呢，就继续的下去。但是尹勇老师刚刚特别提到是，如果美国发动地面部队要来摧毁或者是要来夺取这个浓缩铀的话，也必须要考虑的是代价问题啊。那以色列总理纳坦雅胡呢，最近也抨击啊，说这个接任伊朗最高领袖。也就是这个穆吉塔巴，那么也就是前精神领袖哈米尼他的次子啊。他说呢，这个穆吉塔巴呢是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傀儡啦。那对于这个穆吉塔巴会不会成为攻击目标，纳坦雅胡也说呢，对于任何恐怖组织的领袖，我都不会签发寿险保单。他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形容啊。至于呢，以色列要怎么做，我不打算在此发出确切的讯息。那纳坦雅胡这番话呢，也被外界解读认为说是暗指即将要展开另一波的斩首暗杀行动。而纳坦雅胡同时也透露啊，他跟美国总统川普几乎每天都热线通话，双方的沟通非常自由，显示美伊两国在这场冲突当中的协调仍然密切。最新有一个外电消息，就是呢，美国国务院也寄出了一个悬赏令，鼓励大家能够来检举，能够来提供情资，要特别把这几个伊朗的头们悬赏的金额呢是1000万美元，至少你提供这个相关的情报，只要是这些可能接班的或者这些有可能是伊朗这些领袖们呢，他就要一一的把他们斩杀掉。好，那就算最后真的把这个现在的接班人，也就是穆吉塔巴给干掉之后，难道战事就会因此结束吗？那是。不会，因为他已经干掉48个了，也没结束啊。对啊，对不对？你现在才10个了。对，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变成就是说，我们今天做一个期中盘点吧。就是说，川普被人家批评的，就是说他的战争的目标一直在变。而且就是说会变的原因，就是因为他所有的战争目标都没有达成。对，而且他中间有很多说谎的。被自己拆穿自己的谎言，这感觉像见招拆招那种感觉。去年6月，他说我已经摧毁了这个所有的这个伊朗的核设施，对，人家说没有，他说我有，
结果现在又多出来这440公斤，结果你现在又要再去摧毁一次，那你不是证明你去年6月讲的是谎话吗？那他的这些战争目标一开始就我要摧毁核设施，后来要摧毁什么？要摧毁他的导弹设施，然后最后要什么？要伊朗的人民来推翻暴政。然后呢，现在又要怎么？又要伊朗的这个政权转移。虽然他都否认他自己所设定的目标，可是不管怎么样，这是我们都这一段时间我们大家都密切关注，结果这些目标全部没有达成。对，全部没有达成。然后呢，我们今天讲44轮的攻击嘛，在19轮的时候，那西方的媒体全部一起跟着以色列跟美国做了一次大的宣传，就是说伊朗的回击能力只剩下10%了，打不下去了，打不下去了，快完蛋了。结果还是继续打。对，然后川普说，没有我同意的话，你们最高领袖那就是没有用的。就人家写了穆吉塔巴有经过美国同意吗？川普就说，我不是同意他的，你不是同意他又如何呢？对。那其实美国现在一直在做一件事情啊，那到底有没有做，还是在唬人啊？就是升高战争的力度、强度。对，升高战争那个 escalation， 我讲就是2个面向，一个是它的打击的强度。我本来是用1000磅的炸弹，我现在用5000磅的炸弹炸你，继续加强。另外就是扩大打击的范围。那我想看，就这10几天，那个最近的美国国防部说，我已经打了5500个目标了。我老天哪，5500个目标，你的范围怎么加大，对不对？而且，这以色列只不过打了几个油槽，美国就受不了，就开骂了。那你的范围没有加大。那最近这个对照纳坦雅胡，刚刚我们提到他这个说什么暗示要斩首，另外就是川普最近的说法，大使觉得是不是有在酝酿一个，就是以色列呢现在要开始另一波的斩首行动，然后让美国退居到第2线？有斩首现在就是效果不大，你再斩首也效果不大。现在你已经把你现在这一波打击已经把伊朗人民团结起来了。对，现在已经不是在政权的性质了，现在是民族主义的抗争了。是你要不要灭亡他这个文明了？所以谁叫你一开始就把人家的女子学校打掉160几个学生，而且你还否认？你这不是把伊朗人民都团结在一起了吗？对。现在他要打民间目标的话，那最近把那个油槽打掉30个，伊朗天上下的雨是黑色的，然后呢会造成这个长期的疾病。你是针对伊朗政权还是针对伊朗人民啊？对，所以就变成这个战争越打的，我觉得美国就越打的怎么讲呢？越不利于他自己达成的目标。对，所以我们现在看到最近这个伊朗也回敬美国哈，就是打一些非军用的相关设施，包括像杜拜的金融中心啦，还有就是除了军事基地以外的哈一些美国在各地的大使馆。好，那也确实造成了心理上的不安。哎呀，老师，我继续请教您哈，因为现在我们讲说川普的态度一直反反复复的哈，白宫内部对于这场战事其实中间错综复杂的权力斗争这个拉锯也牵动到川普的立场出现反复，这是根据路透社的最新报道。那包括呢，这个路透社提到说，包括像是白宫幕僚长威尔斯还有副幕僚长等人在内的这些政策幕僚提出类似的观点他们同样要提醒的就是要小心这个高油价造成的政治效应，所以他们主张川普应该对胜利做一个狭义的定义就好。那释出对于这项有限行动接近尾声的讯号，但是另外一派呢是强硬派的那这个强硬派呢，像是共和党籍的联邦参议员就是 Graham， 还有包括科顿媒体评论员 Levin 等人呢提出相反的主张，他们认为应该继续的军事施压伊朗，那强调呢必须要防止伊朗取得核武，并且对美军跟美国船运受到的攻击给予强力的回应。还有第3股力量是 MAGA， 就是这个川普的民粹派基本盘的支持者，像是班农还有这个 Tucker Carlson 这些，他们都劝呢川普跟高层幕僚避免卷入另外一场旷日费时，而且是一拉关于这个战线持久的中东冲突又来了怎么办？所以怎么看这3股势力的角力，他们如何影响川普的决策？这个延续刚才2位老师讲的坦白说，这个台湾是美国的儿子以色列是美国的爸爸，这个阿公叫这个老爸做事，孙子真的不好智慧那这个美国的 MAGA 是反对 interventionism，
因为它会 derail 这个 American First 的 priority。那这个战争应该是比照这个 Desert Storm， 就是说川普最后应该是在4月中前，他会达成一个 ceasefire。那这个呢会有一个 settlement。现在战争才打了2周嘛，哈，美国这个Patriot、THAAD 1/4的库存都没了。那伊朗的 drone 只消耗了3%，那 Patriot 1枚要300万美金，那这个伊朗的 drone 的成本是不到2万美金，但它卖给 Russia 可以接近20万美金哈，所以打仗是打钱，川普不会这个跟钱过不去。那谈判呢，就是打到哪里谈到哪里，那要帮对方写一个胜利宣言，所以川普会有一个 off ramp， 他会有一个说法去 ceasefire， 比方说不发展核武，那你如何不发展核武？有各说各话的空间，还有什么时间多久不发展核武？有一个空间在那边，是，所以again 就是说谈判，他是要把价码拉高，最后一个 settlement， 然后要想办法替对方想让他怎么样，可以跟对方的人去解释他如何取得他所谓的胜利。确实哈，这个刚刚安阳老师讲说，打仗是打钱，而且川普绝对不会跟钱过不去哈。根据现在最新的一些统计呢，那收集各方的数据哈，光是这2个多礼拜以来，其实大概已经打了超过100亿美元了。虽然对美国来讲是小钱啦，但是呢，这笔钱也不能说是很小。OK， 所以呢，继续打下去呢，当然对于金钱上的损失会非常的惨重。好，那同样的，等一下回来呢，就要来看的是，现在又谈到是国际原油这个价格受到荷姆兹海峡的封锁影响，怎么看？马上回来。中美互动牵动全球，美中竞争，地缘争霸，外交、军事、科技、经济，多元观点，权威分析。一同掌握2026全球新秩序、新赛局。每周6日，寰宇全世界带您走进全世界。